你好，今天我们讲 RSA 的数学基础。上节课我们讲了公钥密码是如何解决密钥分发和身份认证问题的。可是讲了这么多公钥私钥，它到底长什么样呢？接下来我们介绍一种最为经典的公钥密码 RSA。要理解 RSA， 我们要先从一些基本的数学开始。第一个，整除。整除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过的概念。关于整除有一个很简单的结论：如果一个整数 c 可以表示成这种形式，那么如果一个整数 e 能够同时整除 a 和 b， 那么它一定也整除 c。第二个概念，最大公因子。最大公因子的概念很简单，当然不用多做介绍，但是这个结论我们需要了解一下。首先，任意正整数 a 和 b 一定可以表示成这种形式，其中 k 是 a 除以 b 的商， c 是 a 除以 b 的余数。那么 a 与 b 的最大公因子和 b 与 c 的最大公因子是相同的。为什么呢？根据上一章片子中关于整除的结论，我们知道 b 和 c 的公因子一定能够整除 a。如果我们把 kb 移到左侧，我们可以发现 a 减去 kb 等于 c， 所以 a 和 b 的公因子也一定能够整除 c。 换句话说， a 和 b 的公因子和 b 与 c 的公因子是同一波数，那么它们当中最大的那个当然也是同一个咯。所以 a 和 b 的最大公因子与 b 和 c 的最大公因子是相同的。有了这个结论，当我们要求两个整数的最大公因子时，就可以根据这个结论来迭代的求取，这就是著名的欧几里得算法，也叫辗转相除法。对欧几里得算法略作扩展，还可以求得两个系数 k1 和 k2， 使得 k1 倍的 a 加上 k2 倍的 b 等于 a 和 b 的最大公因子，这就是扩展欧几里得算法。当两个数的最大公因子是1时，我们称这两个数是互数的。所以当 a 和 b 互数时，我们还可以用扩展欧几里得算法求出两个系数 k1 和 k2， 使得 k1 倍的 a 加上 k2 倍的 b 等于1。如果我们对这个式子的两边同时模 b， 就可以得到 k1 倍的 a 模 b 等于1。此时我们称 k1 这个数为 a 的乘法逆元，这看起来就像是 a 的倒数一样。下一个概念，欧拉函数，我们通常用 phi 这个符号来表示。它的含义是比 n 小、比0大的那些正整数中有多少个与 n 是互数的。那么欧拉函数该怎么计算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任意整数 n 都可以表示成它所有素因子的乘积，比如 p1、p2 一直到 ps。 所有那些和 n 不互数的数一定是这些素数中的某一个的整数倍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把 p1 的整数倍剔除掉，再把 p2 的整数倍剔除掉，一直到把 ps 的整数倍都剔除掉，剩下的数就全部是与 n 互数的数。那么 p1 的整数倍有多少个呢？当然是 p1 分之1个，所以当把 p1 的整数倍都剔除掉之后，剩下这么多。当把 p2 的整数倍都剔除掉之后，剩下这么多。当我们把 ps 的整数倍都剔除掉之后，就剩下这么多。那这么多就是欧拉函数。那欧拉函数有什么用呢？现在我们要进入最精彩的一个部分，也就是欧拉定理了。欧拉定理是 RSA 所依赖的直接数学基础。欧拉定理是说，如果一个整数 a 和 n 互数，那么 a 的 phi n 次幂模 n 等于1。换句话说，就是 phi n 个 a 相乘模 n 等于1。有了欧拉定理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推论。首先 a 的 k 倍的 phi n 次幂模 n 当然还是1。其次，如果在指数上加个1，那么结果当然就会变成 a。如果我们能找到两个整数 e 和 d， 使它们俩乘起来模 phi n 等于1，那么 a 的
eD 次幂模 n， 当然就还是 a。如果我们对这个式子再稍作改变，就可以得到，当以 a 为底，先做 e 次幂模 n， 再做 d 次幂模 n 之后，结果还是 a。这个结论就有意思了。这两次幂模，第一次不就相当于是加幂，第二次不就相当于是解幂吗？对，如果 e 和 d 不相等，也就是加幂和解幂所使用的幂钥不同，这不就是一种非对称密码吗？讲到这里 ，RSA 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。本节课我们讲了 RSA 的有关数学基础，下一讲我们真正进入 RSA。本节课就到这里，谢谢。